我给契约老公匿名捐肾的第7年，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。我以为这是我捐肾的福报，他却抱着自己的青梅冲到医院，要我给他一个肾。我攥着孕检单，说我做不到。老公的青梅当着我的面抱他，声泪俱下。如果我死了，能以你的妻子身份下葬吗？老公沉声怒骂我，不就一颗肾，你给他怎么了？当天我就打掉孩子，决心离婚。他要的不是肾，而是我的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做完人流手术，我躺在病房，盯着天花板失神，下身的疼痛一波一波袭来，我紧紧咬着牙关。我和契约老公秦朗相识已有10年之久，他不相信我就算了，也不相信医生，因为秦朗的青梅林婉认定我故意想让他死，他也一股脑地认为我就是这么恶毒的人。我们早晨在林婉病房争辩一番后，主治医生来了。他听完后2句话便终止了这场闹剧。肾能不能移植要看配型，配型不符安上去，排异反应也会害死人。秦朗像是终于听进去了，垂着头来拉我的手。林婉在病床上一声哀嚎，接着泪如雨下。他知道要配型，却是都不愿意试，就说做不到。秦朗，你还说他不是恶毒？话说完，秦朗看我的眼神果然变了，愤怒中夹杂着造诣。简溪，人命大过天，你真的是都不愿意试？是的，不能。于是我跟林婉说，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配型。说完我便往外走，没想到秦朗的亲妈，我的婆婆就在门口看着这一切。她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今天却异常安静地送我出医院。结果到了门口，一把将我推下医院台阶。不下蛋的废物！眼看着我儿子跟林婉好事将成，你连个肾都不愿意给，娶你进秦家到底有什么用？养你就是养个白眼狼！他一边骂，一边用脚狠狠踹我肚子，像是泄愤，力气大到我抗拒不了。周围很多人拿着手机录像，我紧紧护住腹部。我的孩子才5周，经不住这么大的蛮力。我婆婆打累了，喘着粗气，薅着我的头发往回走。她是农村出身，从小干农活，力气大得很。我挣扎半天，好不容易站起来，明明比她高出1个人头，却依旧抵抗不了她的蛮力。她将我往住院区拉去。既是我老秦家的人，老公大过天，秦朗让你捐你就得捐。到了林婉的病房，秦朗正在打电话询问捐肾的事情。以林婉现在的情况，如果不赶紧换肾，有可能恶化成尿毒症，到时候就只能一直靠血液透析生活了。婆婆率先进了门，又回头瞪了我一眼，别着急，这小浪蹄子第1个做配型，这是我做主。我和秦朗相识于10年前，那时我是院系有名的高岭之花，被一位老师看中，明里暗里想要我以身相许。我碍于师生身份差距，没有太激烈的拒绝他，只是每次在他表达情意时委婉拒绝。没想到这么做反倒激起他更强烈的占有欲，他开始在我包里放定位仪器，不定时发消息询问我在干嘛，要求我报备，尾随我到我寝室楼下，试图强吻我。这类事情发生过几次后，我濒临崩溃，甚至有了想退学的想法。秦朗就是这时候出现的。那天我在教室自修，变态老师突然冲了进来，反锁了门。我尖叫着跳到桌子上，打开窗户。我说他敢碰我，我就跳下去。变态老师却更加兴奋了，他笃定我胆小怕事不敢跳，一点点挪动步子靠近我。秦朗抄起一把椅子砸烂了教室的门，将我从变态的虎口里夺了出来。后来秦朗说，全院系都知道
我被骚扰，都等着看我笑话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恶意多么可怕。那天之后，变态老师安分了。1周后，他又开始给我发骚扰信息，露骨且令人感到恶心。我求秦朗让他假扮我男朋友，我不需要他做什么，只要尽量在我身边就好。秦朗答应了。我顺利熬过大4，毕业那天，将变态所有骚扰我的证据交到了校长室，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。秦朗也成了外人眼里的模范男友，实际我们连手都没牵过。毕业后虽然还保持联系，却鲜少见面。突然有一天，喝醉的秦朗倒在我家门口，他说：“简溪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”于是我们结了婚。秦朗答应青梅不会爱别人，于是他娶了我，来堵他妈的嘴。这7年间，无数次的催生都是我一个人扛住的。如今真的怀了，我却不敢说出真相。青梅回来了，我这个名义上的妻子早晚要让出位置，更何况这个孩子。秦朗知道青梅要回来那天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到家一把将我抱起来丢在床上，嘴里含的却是林婉的名字。林婉，我真的好想你。简溪，我真的很需要你。秦朗的一句话将我拉回现实。你能先做配型吗？我这边也在找愿意捐献的人。见我回来，秦朗还以为我回心转意了，对我的态度都好上许多。我婆婆立即蛮横地指着我，她没有选择的余地，直接登记。成天在家吃白饭的，捐个肾怎么了？我想反驳，我有工作，我是个自媒体博主，知识付费型，每个月赚的钱比秦朗要多。但是我抬头看到秦朗，又说不出口。他好面子，在林婉面前更是打肿脸充胖子。于是我说，我不能捐，我有困难。我婆婆怒而暴起，被秦朗恭恭敬敬劝了出去。妈，你快回去给我爸做饭吧，他心脏不好。婆婆走后，秦朗看着我叹了口气。我知道你没义务一定要帮我，但是我欠林婉的这颗肾，就当是帮我还的。救了林婉，我用一辈子报答你，不离婚。最后3个字声音压得低低的。没想到我的婚姻要靠一颗肾来维持。我的眼眶酸涩，强忍了回去。这不是一块皮肤，一些毛囊这种程度的捐赠，这是一颗肾，也是我的命。我和秦朗结婚第1年，他误食了2种产生反应的药，得了急性肾炎。做了各项检查后发现2肾功能大部分丧失。我看着拍摄的器官照片，那2颗肾表面凹凸不平，像长了水泡似的，心疼秦朗，疼到昏过去。我当场就决定第1个做配型，还真的配上了。为了不让我爸妈发现，我选择匿名捐赠给秦朗。结果秦朗做完手术刚醒来就逃出医院，直奔机场，因为他发现林婉社交 App 的定位变了，他回国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知道多少颗肾都换不来一颗真心，所以我直视秦朗，一字一句道：我真的不能捐。林婉被医护人员推着进来，刚做完透析的她虚弱极了，一张口却刀子般直戳人心哦。秦朗，没事的，死掉也没什么，还好你在我身边，只可惜我不能跟你去看星星，也不能给你生孩子了。简单2句话，令秦朗一个大男人崩溃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他转身死死捏住我的肩膀，将我不停摇晃。简溪，就算你再自私，这也是条人命啊！你就真的这么眼睁睁看着他死去，死在我面前？我看着他满脸泪水，我也想哭，我想说，我也会死啊！秦朗，我的1颗肾已经给了你，再给他，我还怎么活呢？这些年，我感冒不敢吃药，饭菜不敢多加盐，我如履薄冰的每一日都提醒着我，我跟普通人不一样，我也怕死啊！秦朗，
可惜说出来他也不会信，他的眼里只有林婉一人。于是我说：“是不是只要做配型不合适你就死心了？”秦朗满眼都是惊喜，他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：“是的，哪怕有一丝希望，我都要试一试。”我转过身，偷偷擦掉眼泪：“好，那我去登记。”我知道我这种情况出筛都过不去，但是我没想到主治医生会把这个结果直接告诉秦朗。简溪只有一颗肾，怎么捐？你们这是在胡闹！秦朗一下子愣在原地。来送饭的我婆婆气得直接将饭盒摔在地上，不中用的东西，器官都长不全。我们秦家怎么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？她脾气大，力气更大，一脚便踹在我的小腹上，接着滚烫的冬瓜汤顺着我的头部倾泻而下。啊！我尖叫出声，脸被烫得生疼，目光投向秦朗，却发现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以往我婆婆发难时，秦朗都是护着我的，他也挨过很多打，大部分都是替我受着的。如今却像是个旁观者，冷眼看着。简溪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只有一颗肾。我想说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。我该说出真相吗？好像我故意邀功似的。然而我更不想骗秦朗，我以为配型失败他就会死心的，一切都会过去。我婆婆在一旁抄起保温瓶，她就是贱骨头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眼看着婆婆举起那个不锈钢保温瓶，我下意识护住自己小腹。突然面无表情的秦朗开口了，他的声音轻飘飘的，却令人生惧。够了，妈，你出去。林婉也不在，病房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秦朗反锁上门，突然掐住我的脖子，将我整个人抵在墙上。他力气大得吓人，我感觉自己浑身骨头都要散架了。而秦朗的手渐渐加重了力气。简溪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们只是合约夫妻，你不帮我没什么，为什么要戏耍我？给我希望，又让我绝望。对了，我生日那天你的表白，我全都听到了。我快要不能呼吸，只能发出呜咽的声音。突然下身一松，一股热流顺着大腿流下。秦朗的表情狰狞恐怖，像是恨极了我。你说你爱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秦朗突然松手，背过身去。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顺着墙壁滑在地上。隐忍多年的情绪终于爆发了。原来他早知道我的心意，只是不明说，像看小丑一样看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一切，默默接受我带来的所有好处。秦朗这个人到底哪点值得我爱？下身的暖意在持续，我低头看见血顺着腿在流，伸手擦了一眼脸上的泪水，看着秦朗坚毅的后背，我说：秦朗，你亏欠的是我，你身体里第3颗肾是我给你的。我在医院住了1天，第2天我坚持要出院，回家休养，跟林婉住在同一空间，即便是不同科室，也令人感到不安。我怕碰到我婆婆，更怕碰到秦朗。那天我告诉他捐肾的事实，他死活不信，因为林婉恰好在他手术时回国，又少了1颗肾，他便对号入座，说是林婉救了他。我告诉他这是很简单，调查清楚林婉为什么只有1颗肾就知道了。再不济，我还有当年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的副本。秦朗自那天消失了，我婆婆打了无数通电话给我，我都没有接。上手术台的时候，我就想清楚了，我不要秦朗报答我，只要离婚就好，离婚才是我的福报。做好这个决定后，我准备回家收拾东西。我们唯一的孩子已经死去，财产不需要分割，这么多年都是各过各的。离婚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就像当初结婚一样，2人拿着身份证、户口本领完整，一起吃了顿饭，这婚就算结了。
仪式婚戒、长尾的婚纱，统统没有。离婚时，我只留下一份协议书，带着我自己的东西，彻底离开了这个家，这个困住我7年的牢笼。我不知道秦朗什么时候看到的协议书，他给我发消息：简溪，你给林婉道歉。我就不追究这件事了，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一涉及到林婉，秦朗就像变了个人。林婉回来他去接，林婉生病他着急，这些我都可以理解。为什么我不捐肾我就要道歉？道德制高点不是用来欺负人的。那天我没有回他消息，这是我第一次跟秦朗冷战，以前都是他不理我，尤其是林婉在的时候，秦朗绝对不会回我的信息，问就是忙，问就是不方便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没有回不了的信息，只有完全不在乎的人。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被绿的感觉的呢？大概是领证纪念日那天。秦朗是个别扭的人，他虽然嘴上不说庆祝，每年的那一天都会做一大桌子菜，还会给我买一束我喜欢的花。今年的纪念日，秦朗在陪林婉，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秦朗有意为之。我们的领证纪念日恰巧是林婉的生日，林婉的朋友圈里999朵玫瑰争相开放，火热的就像秦朗的心。他小心翼翼捧着情侣戒指，单膝下跪。实况照片里，周围有人欢呼：嫁给他，嫁给他！林婉羞红了脸，戴上了那枚戒指。从那天起，我老公手上就戴着跟青梅的婚戒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知道我的婚姻只剩一副躯壳。碰到老太婆时，我正在妇产科复查，流产后下面总是不适，时不时小腹痛。我挂好号，一回头就看到老太婆面色难堪，她一把拿过我的挂号单：“你怀孕了。”说着，时不时扫向我的小腹。7年没下蛋，突然争气了。想到孩子，我就一阵心悸。失去孩子的痛，没人能感同身受。我拿过挂号单想走，被老太婆伸手拦住：“怀了孕就别乱跑了，没事回家待着，给秦朗和林婉做饭。没见过好女人成天往外跑，人都找不到的。我那天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？”他的问题我一个都不想回答，但是他不肯放我走。就在我无计可施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。我和秦朗几日未见，眼神却无法交汇。我用余光瞥他，好像瘦了，下颌线都锋利了。看来照顾林婉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秦朗的声音带着疲惫：“妈，你回去看一下婉婉。”老太婆终于离开了。我侧过身，假装看窗外：“简溪，前几天是我太着急了，我跟你道歉。”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相识10年，结婚7年，这是秦朗第一次跟我道歉，还这么严肃认真。我最近都在医院，过几天我就回家。婉婉在器官移植中心排上队了。原来秦朗一直都没回家，那大概率也没看到离婚协议书，倒是视线停留在我的挂号单上。“简溪，你怀孕了？难道那晚？”秦朗一提到孩子，我就出现躯体化反应，胸闷，心跳加速。那天他差点掐死我的场景历历在目。我径直走出医院，这里我再也不会来了。晚上刚回到我临时找的房子，秦朗就来了电话：“简溪，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，我有空就回去。”我直接挂了电话。过了没多久，手机接到一个陌生号码：“女士，您点的货品送到了，家里没人，我放门口了。”我愣了一瞬，我没有点外卖的习惯，我连外卖都没下载，大概率是秦朗点的。又过了约莫半小时，秦朗又打过来：“简溪，我给你买了牛奶、无菌鸡蛋，还有一些补身子的。我妈说怀孕了要多注意饮食，你一定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。”
那一刻，我隐忍的情绪再也压不住了。我握着话筒，能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像一团火，快要喷薄而出。秦朗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协议书就放在桌上，你回去顺手签了。孩子确实是怀了，但是那天在医院就流产了。没错，就是被你和你妈打流产的。秦朗那边沉默良久，对不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有的人不配说这3个字。虽然我和秦朗是契约婚姻，可我却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。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秦朗的呢？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一开始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动心，但越是提醒就越是陷进去。等我再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跟普通家庭妇女没区别了。狂躁的婆婆，冰冷的家，丈夫心里还有个她，任谁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婚姻，我却忍了7年。思忖间，电话再次震动起来，我按下接听。秦朗气喘吁吁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简溪，你怎么搬走了？你去哪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离婚，不就是让你捐个肾？不捐就算了，至于离婚吗？”我想过无数次这个场景，我以为秦朗会高兴到欢呼，他终于能迎娶他的青梅了，或者装作不在乎地说道：“离就离。”现在这个场面是我没有想过的。秦朗，我们本来就是假夫妻，契约结婚，离婚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甚至想说，你不爱我就放过我吧，但我说不出口。我知道秦朗也并非真心挽留，他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他被甩的事实。简溪，你在哪？我们见面聊聊。我的小腹又开始隐隐作痛，痛到我倒吸了一口。没必要，你签字就好，我们的约定到此为止。秦朗依旧不肯挂电话。简溪，算我求你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没有感情也有恩情，我们见面说好不好？我承认那一刻我心软了，我想着当面说清楚也好，好聚好散，于是我答应了。我们约好在我家楼下不起眼的咖啡馆碰面，考虑到临晚要做透析的时间，我约到了晚上。吃过晚饭后，时间正好，我背上包出了门。就在我穿过一条胡同抵达街口的位置，突然一把被人抵在墙上，粗布手套磨痛了我的皮肤。他狠狠捂住我的嘴巴，笑得猖狂。简溪，好久不见。恐惧瞬间占据我的大脑，10年前的那股感觉又来了。变态老师摘下口罩，笑得十分难看。我找了你好久，总算被我找到了。怎么，你的白马王子跟你分手了？那你不如跟我吧。我看着他已然有些花白的头发，想起那些被他跟踪的日子，身子忍不住开始颤抖，下意识往街口处看去，一眼就看到正打算过马路的秦朗，而秦朗也恰好看到了我。四目对视的瞬间，我疯狂呜咽着想要发出声音：安静点，你乖乖的，一会我会对你温柔点。我不停挣扎反抗，却挣脱不开。秦朗抬手接了个电话，然后他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招了辆出租车，急速离去。临上车前，他还看了我一眼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人是会变的。10年前为了我大打出手的少年，如今也成了别人的守护者。我从来都不是上天眷顾的那个人，手不停向包包里摸索。终于，啪啪，防狼电棒的电击声十分刺耳。变态抽搐了2下，便倒在地上。我立马跑到街灯下，光源能给我莫大的安全感。打完110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在街口嚎啕大哭。秦朗，你真的丝毫不在意我的死活。变态被带去了警局，并通报单位，然后当面签下了保证书，永远不会再骚扰我。第2天，我就将多年前他跟踪试图猥亵我的证据寄给了母校。那些我以为永不会再触碰的伤疤，成为了我的武器。
然后我搬离了这个临时的家。秦朗那天晚上疯狂发信息给我道歉，对不起简溪。林婉突然昏倒了，我实在是着急，怕她出事。你还好吧？我抽空就去帮你教训她。我去学校找她。林婉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无足轻重。秦朗明知道变态会对我做出什么事，他眼睁睁看着我被挟持，又急匆匆离开。如果这次我没那么幸运，没带防狼棒，不敢想象我的下场会是什么。我一次性拉黑了秦朗的全部联系方式，转头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把我的诉求全部说出之后，律师问我有出轨的证据吗？我开始回想秦朗和林婉之间还有什么是可以取证的。先是打开了林婉的朋友圈，自她回国之后，那些暧昧不清的文案配上两人的合照，我全部保存了下来。迟来的爱比什么都要珍贵。你说我们只有彼此，月光下有两个影子，一个是我的，另一个也是我的。1周后立案审核通过，我将通知书和当时捐肾的知情同意书一起寄给了秦朗。3天后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，秦朗似乎喝了很多酒，声音含糊不清。简溪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的肾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这么多年，我都以为我欠林婉的，我恨不得把命都给他。我轻轻扯动嘴角，秦朗，1颗肾而已，至于要死要活的吗？你等了他这么多年，就算不是他捐的，你能放任不管吗？别骗自己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出最想说的话。你爱他，爱到自己都无意识的程度，这才是我坚持要离婚的原因。秦朗那边静静沉默了几秒，我听到他啜泣的声音。对不起，简溪，不是谢谢，也不是再见。这一句道歉让我恍惚了一阵。我想起那晚他丢下我上出租车的身影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秦朗，我们两不相欠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这次是真的再见了。离婚案调解期1个月，我找了份兼职，新房子的楼下开了一间宠物咖啡店，老板是个阳光帅气大男孩，一头自来卷。我选择在这里兼职的原因是，有一次我看到老板陪一只猫咪玩耍，我做了2个小时，他就陪了2个小时。后来老板跟我说，这只猫咪有轻度的抑郁，白猫在流浪猫群体里会被孤立，抢不到吃的，即便它主动讨好，甚至是让出自己的食物，依旧换不来半点同类的好感。救下它时，一只成年公猫只有3斤半，我当时就红了眼眶。想到在婚姻里苦苦挣的自己，我突然释怀了。我跟这只流浪猫又有什么区别？好在我们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那天起我就在这里兼职了。做咖啡我很擅长，撸猫是我的喜好之一。以前秦朗说自己很讨厌猫的毛发，秦朗的妈说猫咪有寄生虫，所以不准我养。现在我每天尽情撸猫，空了就陪小白玩耍，给他买很多玩具，让他感受到我的爱。遇到老同学纯属意料之外，老同学点了2杯咖啡，邀请我坐下叙旧。我这才知道，短短半个月内，秦朗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秦朗的爸爸中风了，妈妈出门时候摔断了腿，他一个人照顾2个老人，还要兼顾林婉。幸运的是，林婉终于排到了合适的肾源，目前手术已经结束。秦朗多年的积蓄都掏空后，他跟林婉说了分手。他说他仁至义尽。当年林婉被一个富商骗到国外去，说是高价，实际上是打黑工，花光了积蓄，被卖给了富豪家当佣人。她老公天性好赌，欠了大笔高利贷，那颗肾就是被摘了，还赌债去了。后来好不容易逃出老公的控制，林婉偷偷回了国，秦朗接住了一无所有的她，
所以林婉不得不抓住这根旧稻草。林婉发病是肾炎导致的，她在国外过得太苦了，过于劳累加营养不良，肾炎前期没有反应，等到发现时已经是病晚期，必须植入1颗肾维持基本的功能。秦朗一声不吭，扛下所有医疗费用。林婉醒过来的时候，秦朗说：“我能做的就这些，到此为止吧。”再次见到秦朗是离婚宣判后，我们一起去领离婚证。我和秦朗的车顺着道路的两头驶向中间，我俩几乎是同时推开车门。秦朗瘦了，却更柔和了。他笑了笑，我们无言一起往里面走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如果说寒暄的话，也挺尴尬的。直到带着分量的离婚证拿到手上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出了民政局的大门，秦朗突然叫住我：“简溪，等一下！”我回头看到穿着大衣的秦朗向我飞奔过来。“简溪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你看起来状态好多了，好像胖了点。”秦朗上下打量我，眼里有意味不明的深意。我摇摇头：“算了，我要去工作，先走一步。”我没有骗他。卷毛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我，说小白今天不肯吃饭，还说是我平时太娇惯他了。等我赶回店里，看见小白在老板江晨的怀里撒娇，我放下包，呼出一口气。他看起来不像是心情不好。江晨挠挠头笑了：“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来。”他突然红了脸颊，看起来腼腆至极。窗外下着蒙蒙小雨，今天几乎没什么客人。我在柜台扫了2杯咖啡，递给江晨1杯。“诺，请你的。”江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举起杯，做出庆祝的姿势，庆祝我离婚。离婚后的日子很自在，我一边做自媒体，一边兼职。万万没想到会在打工的咖啡店碰到秦朗。他一进门就笑着看我：“简溪，又见面了。”他的从容自信让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巧合。“你知道我在这里打工？”秦朗点点头，估计是老同学走漏了风声。他不停打量四周，最后视线又停在我身上。“简溪，这里工作很多吧？只有你一个人，你这么多年也没上过班，能适应吗？”我双手一摊，示意我很好。小白突然窜到我脚边，喵喵叫，示意我抱他。秦朗立即捂住口鼻：“简溪，你们这里还养猫？”我笑了：“我们这里就是猫咪咖啡店，你不喜欢的话先离开吧。”秦朗的眉头纠结成一团，最后还是选了个最靠边的位置坐下。做好的咖啡端过去后，秦朗一口都没喝，他时不时刷手机，更多的时候在偷看我。终于我再也忍不了了，我把围裙解下来丢在他桌上：“秦朗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秦朗眼前一亮，抬头问我：“你下班了吗？到点了吗？”本来我1个小时前就可以走了，来交接的同事都无事可做，因为我在等秦朗先走。谁知道他一直坐着，面前的咖啡都凉透了。“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没事你就回去吧。”秦朗刷一下站起身来：“简溪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馆子，你肯定喜欢。”如果是1个月前，秦朗这么热情地对我，我一定会跟他走。我们结婚7年，秦朗从未主动带我出去过，无论是同学聚会还是公司团建，我们也没有真正约会过。大部分时间，我们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那般寡淡疏离。秦朗令我浑身不自在起来。话还没说完，肩膀被一双温暖的手附上。江晨调皮地朝我眨着眼睛：“我们不是约好了去动物园？怎么，你要跟别人逃跑，放我鸽子吗？”秦朗的脸一下子黑了：“简溪，他是谁？”我刚要开口解释，江晨却抢先一步：“你好，我是她男朋友，你的后辈。”我不知道江晨是怎么猜到的，我只看到秦朗的脸瞬间绿了。
简溪，你在他张口指责我之前，我先发制人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是我的自由。秦朗一瞬间熄了火，我跟林婉分手，就是为了来找你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。从前，我冷笑一声，你说的是那个冰冷的家和孤独的，还有在你心里永不熄灭的青梅。秦朗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我承认我之前忽视了你，经过这段时间，我发现我心里有你，我想跟你待在家里，我想和你有一个可爱的孩子。简溪，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只是我现在才发觉，那你反射弧可真够长的。我在心里说，太晚了，秦朗，过去的就放下吧，我也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江晨故意将我揽得更紧，秦朗的视线落在江晨的手上，满是恨意。简溪，你会后悔的。那是秦朗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后来他真的没再来打扰我。通过同学口中得知，林婉康复后还是去找他了，两个人涛声依旧。就是秦朗那霸道的妈做天做地，不肯让林婉进门，因为林婉失去了生育能力。他们老秦家绝后了。林婉第一次上门，他把家里80寸液晶电视砸了。林婉第二次上门，他气得冠心病发作，进了医院。林婉和秦朗领证那天，他在新房门口骂了一整晚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秦朗10几年的深情交付，总算是圆满了。只是刚结婚，日子就过得鸡飞狗跳。大概是林婉嫌弃他穷吧，或许是之前的经历让林婉很有自我保护意识。才刚嫁进去3天，就把秦朗的妈妈打进医院3次。秦朗护着他妈，反被情绪激动的林婉砍掉了一只手，许是怕秦朗不要自己。林婉捡起那只断手给丢了，导致错过去接手的时间。秦朗也因此成为了残废，工作自然也丢了，而离婚自然也没离成。有离婚冷静期不说，即便是起诉，法院那边也只是调解。毕竟嘛，说到底，他们这也只算是家庭矛盾。林婉蹲了几个月的局子，还是回去和秦朗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离婚后的第8个月，我决定出国看爸妈，他们在南半球安谧的小岛休养，说我没事就去陪他们。我同意了。我跟江晨提离职的时候，他愣了半晌。简溪，你还回来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房子已经退租了，无用的东西都送人或者变卖了，我全部行李装进一只行李箱，我还会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好像做足了离开的准备，却没有做回来的准备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交还了咖啡店的工作服，然后潇洒地走出门外。出门前听见小白的叫声，我没敢回头，怕一回头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了。我必须走，再见。为了见到更好的我，下了飞机，南半球的热浪一点点侵袭而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走，听到了最熟悉的猫叫声，那声音太像小白了。我忍不住回头，看见戴着草帽、一身夏威夷装扮的江晨笑着看我。简溪，你也太晚了，我们的航班6小时前就落地了。小白挣扎着跳到我怀里，喵！我泪如雨下。飞机上我一直在后悔，为什么没有再抱抱他？为什么没有回答江晨的那句“你能留下吗”？而江晨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：简溪，我不会轻易放弃。3个月后，南半球的城镇里多了一家猫咪咖啡馆。江晨在机场和我表白后，我终于坦诚面对自己的鹅心意。我们决定暂时留在这里，和爸妈还有江晨一起生活的日子，每天都是幸福的。小白成了这个镇上的明星猫咪，它如今终于如愿以偿，收获了很多人的爱，性格变得很亲人。8个月后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
那种喜悦和恐惧同时来临的感觉，令我忍不住哭泣。江晨抱着小白从店里回来，他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我：简溪，我回来了。然后他过来抱着我，一寸寸擦干我的泪。那瞬间，他的眸中有万种深情，抵过了我人生路过的一切坎坷。我知道我会爱他一辈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